大家好，我是晴。最近这几个礼拜，如果你有在看财经新闻、滑社群、听朋友聊天，你一定很常听到 ETF。有人在讲0050又创新高了，00919配息很猛，00878规模又爆了，0056才是高股息老大，006208比0050更便宜。每个声音都很大，每个人都讲得很笃定。但我今天想先告诉你一件事 ，ETF 没有一定赚，也没有一定赔。与其每天看新闻，听别人讲哪一档很神，哪一档很雷，不如先自己搞懂一件事，这档 ETF 的选股逻辑到底是什么？因为 ETF 跟股票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。股票你可能要研究公司在做什么，财报好不好，产业未来怎么走。但 ETF 其实相对单纯很多， ETF 你不用把里面每家公司都研究到很细，你只要先搞懂它是怎么选股的，懂了这个，你大概就会知道它是在买成长还是在买现金流，它为什么会换股，它大概适合哪种人。而且讲真的，自己研究自己选的，哪怕最后输了也比较输得起，总比你天天听别人喊，最后赔了钱还不知道自己当初到底在买什么好得多。所以今天这期我就用最白话的方式带你看现在最常被讨论、最多人买的5档 ETF 0050、006208、0056、00878、00919。听完之后，你不一定会立刻下单，但你至少会知道这5档到底在买什么，还有你比较适合哪一类。先讲最重要的 ETF， 不要先看代号，先看逻辑。很多新手一开始看 ETF， 最容易犯一个错，就是先看哪档最近涨很多，哪档配息最高，哪档最近最红，哪档新闻一直在报。但这样看很容易选错，因为 ETF 不是看名字，也不是看人气，真正要看的是它用什么规则选股票，这句一定要先记住。你买的是一套规则，这套规则决定了它偏成长还是偏配息，它会不会很集中，它波动大不大，它换股频不频繁，它是不适合你长期拿。今天这5档大概可以分成2派。第一派是执行，代表0050、006208，这一派的重点是买台湾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公司。第二派高股息型，代表0056、00878、00919，这一派的重点是挑高股息、高配息或符合高股息规则的公司。所以你第一步不是问哪一档最强，而是先问自己，你要的是成长还是现金流？这个答案不同，你最后选的 ETF 很可能就完全不一样。0050最经典的市值型 ETF。 先讲0050，如果你是新手，想从 ETF 开始认识投资，几乎一定会先听到它。0050最白话的意思就是买下台湾最大最有代表性的50家公司。它的逻辑不是谁配息高就选谁，谁最近最红就选谁，谁新闻最多就选谁。它的逻辑比较像是谁的市值够大够有代表性就放进来。所以你买0050比较像是在压一件事，台湾最强的一群大公司长期还是会继续成长。这就是0050的核心精神。它的好处是逻辑很单纯，很容易理解，很适合拿来当核心持股。但它也有很明显的特性，它很偏大型权值股，所以像台积电这种超大型公司影响会很大。0050的成分股常会看到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这类大型权值股，所以它的个性很明显，就是跟着台湾最大公司一起走。如果你喜欢的是长期资产成长、核心配置，不急着每年领很多现金，那0050很适合你。但如果你想要的是配息很有感，每一季都想看到现金进来，很在意现金流，那0050就不一定是你第一眼最爱的那种。006208同样是台湾50，像0050的兄弟。很多新手第一次看到006208都会想，这不就是另一个0050吗？你如果这样想，方向其实差不多，因为最白话的讲，006208跟0050本质上是同一路线，它也是市值型，它也是在买台湾大型权值股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0050的主要比较对手。这2档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方向很像，都不是在拼高股息，都不是想一直换股追高值利率。
他们比较像是在做一件事，跟着台湾最重要的大公司一起成长。所以，如果你今天已经决定，我就是想走市值型，想买台湾大型全指股，那你通常就会在0050、006208之间做选择，而不是拿它们去跟0056、00878、00919硬比。这里最白话的讲法就是0050跟006208不是不同世界，它们比较像同一条路上的两个入口，所以你常看到的代表性公司跟0050其实很像，像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这类大型全指股，差别重点不在公司名单，而是在产品本身的费用、规模和你习惯哪一档。如果你比较在意习惯、知名度、流动性，那很多人会偏0050。如果你比较在意同样逻辑、费用差异，想找同路线的另一个选择，那就会去看006208。所以006208适合什么样的人？适合本来就喜欢市值型，又想拿同类型工具做比较的人。0056老牌高股息 ETF， 0056几乎可以说是台湾高股息 ETF 的代表人物，很多人一讲到高股息，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它。如果用最白话的方式讲，0056的重点不是挑最大公司，它的重点是挑高股息路线，所以它跟0050差很多。0050的逻辑是买台湾最有代表性的大公司，0056的逻辑比较像从一群大中型公司里挑出高股息特性比较强的公司。你在0056里常会看到一些金融、电信或本来就比较常配息的公司，所以它的重点不是追最快成长，而是追求高股息风格。所以你买0056比较不是在追求那种最直接的成长感，你比较像是在买高股息风格，也就是很多人最喜欢的那种定期配息，账上有现金回来，看到有在收钱的感觉，这也是0056为什么一直都那么多人喜欢。但这里一定要提醒一件事，高股息不等于一定比较好，也不等于一定比较稳，一定比较赚，一定比较适合年轻人。如果你今天根本不需要现金流，那你只是因为看到配息很爽就去买，这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理由。所以0056比较适合哪种人？比较适合喜欢高股息、喜欢有配息感、在意现金流的人。00878高股息里比较偏平衡、偏品质感的选手。00878这几年真的非常红，而且很多人都会把它跟0056、00919一起拿来比较。它也是高股息型，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不是只看高股息，它还会把永续、品质这类条件一起放进规则里。如果讲白一点，00878想做的不是那种只看谁配得高，它比较像是在高股息里再加一层品质筛选。所以它给很多人的感觉会是也想要高股息，但不要太粗暴，想要比较平衡一点，想要长期拿起来感觉稳一点。这也是00878为什么受益人很多、人气那么高的原因。如果硬要很白话的分，0056比较像高股息老前辈，00878比较像高股息里偏平衡、偏品质感的那种。00878里面常见的也会是金融、电信、电子里比较偏高股息，同时又符合它筛选条件的公司，所以它给人的感觉会比纯拼高息更平衡一点。00878比较适合哪种人？适合喜欢高股息，但又不想只看配息数字本身的人。00919近年最热的高股息 EF 之一。00919这几年会这么红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它很常被拿来跟0056、00878比谁比较香。它也是高股息型，但它给市场的感觉通常比较像，更强调高息选股。也因为这样，很多人讨论它时最在意的就是这次配多少，殖利率高不高，换股有没有大变动，名单调整是不是很猛。所以00919很容易吸引一种投资人，很在意配息表现，很在意现金流的人。但这也带来一个提醒，越多人只盯着它的配息看，就越容易忽略它整体到底在买什么。所以你看00919不能只看这次配很多，这次很热门，新闻一直在讲，你还是要回到最核心的问题，它到底怎么选股？它的高股息逻辑，你真的拿得住吗？00919也常会出现金融、航运、
电子里殖利率表现亮眼或被它规则看上的公司，所以它的个性会更像在追逐高息机会，风格也会更鲜明。所以00919比较适合哪种人？适合真的很在意高股息特性，也愿意接受它风格比较强、讨论度比较高的人。这5档最白话怎么分？好，讲到这里，我先帮你收成最白话的版本。如果你喜欢的是台湾大型公司核心持股、长期成长，那你会比较偏0050、006208这2档比较像同一派。如果你喜欢的是高股息、现金流、配息感，那你会比较看0056、00878、00919。但这3档也不是完全一样，0056比较像老牌高股息，00878比较像高股息里偏平衡、偏品质感，00919比较像近年人气很高、很常被讨论的高息型选手。所以这5档不是在比谁神，而是在比哪个逻辑比较适合你。新手到底怎么选？如果你现在是新手，我会建议你先不要急着问哪一档最赚，你先问自己3件事。第一，我要的是成长还是现金流？如果你比较想让资产长大，通常先看市值型；如果你比较在意配息、现金流感，那就会比较去看高股息型。第二，我能不能接受波动？市值型有它的波动，高股息型也不是完全不跌，你自己比较能接受哪种风格，这很重要。第三，我是不是只是被热门吸走？这句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不是在选 ETF， 很多人只是哪一档现在最红就去看哪一档，这很危险。因为热门不等于适合你，讨论度高也不等于你拿得住。所以真正比较好的做法是先懂逻辑，再选代号。最后帮大家把今天这期收成4句话。第一句， ETF 不像股票那么复杂，你不用把每家公司都研究透型，先搞懂它的选股逻辑就已经差很多。第二句，0050、006208比较偏市值型，0056、00878、00919比较偏高股息型。第三句，没有哪一档 ETF 是对所有人都最好的，只有哪一档比较适合你。第四句，与其一直看新闻，听别人说哪档比较神，不如先搞懂它到底怎么选。所以如果你今天问我这5档热门 ETF 到底怎么选，我只会回答你一句，先不要急着选代号型，先选你自己想走哪一条逻辑。如果这期有帮你把事情看明白，记得点赞加订阅。如果有想了解的主题或看完还有什么问题，都欢迎留言，不方便公开留言也可以用信箱来信。我们下次继续把投资讲人话，把市场看明白。我是晴，这里是投资晴姐，我们下期见 ，See it clear。